然后她的老公每年圣诞节给她的礼物是200万英镑冲在香奈儿的店。其实高定这个市场很小的，我们不是所有单子都接的，就是你有钱我也不一定会买给你。其实迪奥他自己在自降身价，现在他在迎合这年轻人的审美。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哈。大家好，我是你的 Lolo，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本期节目呢是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的填坑视频。本期呢，我们将填一下之前挖的高定和成衣的区别。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慷慨的为我们点赞、转发、投币、收藏。如果可以的话，请点关注。您的支持是我们把节目做下去的最大动力。其实大家对高定到底是什么，哪些牌子属于高定，都议论纷纷，众说纷纭。高定呢，其实它是有一套非常详细的严格标准来区分的。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高定与成衣。那成衣这个词呢，大家都不陌生，因为在我们凡人的世界里面，也就只有成衣了，还有高阶。哦，对对对。那成衣这个定义呢，大家也是不陌生的，它就是指通过设计之后批量生产的 ready to wear。ready to wear 就是为你准备好，让你穿上就可以走的衣服，是一个你可以在商场里面、在品牌店里面直接就能买走的衣服。那什么是高定呢？大家在网上呢，对于哪些品牌属于高定实际上也是有很多争论的。但其实高定它是有一个非常详细乃至严苛的标准来界定它的。高定呢要往前追溯的话，就是要到17世纪的欧洲。当时就是法国的玛丽安东尼绝代艳后，她当时生活非常奢靡，每周每个月都要买衣服，那就催生了给她专门定制衣服的人。那她的设计师呢叫 José Botan，给她就专门一个人给她专门做衣服。OK， 那他就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潮流，就是有钱的人就是要找一个专门的设计师给他做衣服。其实绝代艳后虽然她在历史上面是臭名昭著，但是在当时她是作为一个风向标，把法国的时尚推上了一个高峰。是的。当时法国盛行的洛可可风也是把这种糖果色的在梦境中才有的奇幻世界带给了很多很多的人。之后发展到18世纪，出现了一个英国人，他的名字叫 Charles Frederick Worth。他呢就从老家英国到达法国去做设计师。他给这些富裕的阶层提供了一种新的选择衣服的模式。他让模特穿着他设计的衣服，给这些有钱的人看。当时人一看，哇靠，这个没看过呀，厉害，牛逼。然后呢，就引起了一个风潮。同时呢，他让这些客户可以量身定做。你如果身材胖呢，我的衣服就给你稍微拉宽一点；你身材瘦呢，衣服就变得窄小一点。所以呢，这个潮流就一直在法国，或者说一直在欧洲蔓延开来，直到1945年，法国政府觉得不能就是所有人就是来巴黎都说自己是高级定制，他们出台了法律来规定高级定制的一个范围，什么人可以称自己为高级定制。第一点呢，就是给私人的客户做，它不是一个公开的一个定制场合，然后每一套衣服呢至少要有一次的fitting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过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你必须在法国拥有一个15人以上的全职15人以上的一个工作坊，要创造就业环境，创造就业率。为什么是巴黎呢？因为就是法国人说了算嘛，这个高定行业就是必须得在巴黎。那如果中国有什么美食是吧，高级定制必须在北京雇买15个厨师就是这个意思。第三点呢，就是有20个技术人员，就是除了注意不是设计师，对，除了工作人员，刚才15个工作人员之外，再来20个技术人员，就是帮你做衣服的截止目前为止，已经创造了35个岗位了。是的，35个岗位，我们算它平均年薪20万，不过分吧？那就是700万。对，如果你想进入高定品牌的话，你至少1年得达到700万，因为你还有一些租店的成本一些器材一些七七八八的。而且大家知道，这些设计师以及工作人员以及 technician， 好的 technician 的工资是很高的。对，第4点呢，就是说每年在春夏和秋冬2季展现50套原创设计，至少50套就能多不能少。而且这50套呢，是每一次秀场展示50套，一年必须参加2次秀场，也就是说一年你最少要出100套的高定设计。是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高级定制非常的少，品牌非常少，因为它的条件就摆在那儿，非常严苛，能达到这样的条件的，然后有这样的资金的品牌
就本来就不多。对，那在高定的官方名单上，其实有我们很熟悉的名字，一开始的15个里面就有我们熟知的迪奥啊、Chanel 啊、Givenchy 啊、Jean Paul Gaultier、Maison Margiela，还有夏拉帕利。对，那后来呢，也加入了很多其他的品牌，比如说有阿赖啊，大家爱的艾丽莎布，对，还有阿玛尼、华伦天奴、范思哲以及 Viktor and Rolf。对，那很欣喜的是看到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对，就是再后来申请加入这个高定的，他们属于 guest member。对，有看到有郭培的名字，所以呢，在中国品牌里面，现在有且只有一个人，那就是郭培是可以被称为高定。我看到有其他牌子说自己是高定哎，哪家？那本期我们请到了哪个特殊大来宾呢？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啊。对，那第一次见 Patrick 啊，是在中秋节，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吃饭。当时那天我对中秋节的期待就是冰皮月饼，但是之后见到 Patrick， 整个注意力就冰皮月饼忘得一干二净。那个 Patrick 当时穿了一条裤子，简直让我印象深刻，就感觉这个裤子就是你每天都盯着别人身上的裤子看，我这裤子实在是太精妙了，就是把他腿修的又细，然后屁股又托举的又翘。Patrick， 你那裤子在哪儿买的？是 Alexander McQueen 的，然后我把它改了一下，因为它是一个很大的裤子，然后我觉得料子很好，然后就把它剪了，然后就按照我自己的版本做了一个出来。没错，今天我们请来这位嘉宾就是把 Alexander McQueen 衣服买回来随便剪的一位奇男子，掌声有请 Patrick。本期节目呢，我们会以问答的形式代替大家向 Patrick 问一些你们都想知道的问题。那话不多说，我们现在就开始吧。那首先呢，我们就请 Patrick 来介绍一下自己。我是一个女装设计师，现在和我朋友一起做品牌，然后在他手下做studio designer。因为 Patrick 在这个行业里面已经工作了很久了，你在之前在哪一些大牌里面？Fendi 和 Chanel。我能问一下你的年龄吗？27岁。27岁。哇，27岁已经在93年。你看着我说这个话干什么？我就觉得还挺厉害的。是啊，芬迪工作的时候，是因为他们需要有一个人来做 VIP client 的 styling， 就是那个 fashion advisor 的 Harrods， 还有 Selfridges， 然后还有他们的 boutique 的高端客人，帮他们做一些 styling 的指导。然后还有一些 event 的时候，我们需要来介绍新的 collection， 就需要我们有 fashion history 或者有 fashion knowledge 的人来教 VIP client 怎么选择衣服。然后后来我有个朋友在香港工作，就说在芬迪工作开心吗？我说不开心。然后为什么？我说因为就是很街头，我就觉得已经不是我想象的高级时装的样子了。他说那你就去 Chanel 吧。然后后来一不小心就拿到 offer 了，我也觉得很神奇。Patrick， 你在 Chanel 接触的都是一些高定客人嘛？比如说像你刚刚说的这种 event， 一般的流程是什么样子的呢？流程是我们会首先给他们发 VIP 的那个 letter，发完之后，如果他们有时间，他们都会来。其实，比如说像Matilda上次的那个 Age of Collection， 我们就把 Satch Gallery 给租下来了。然后我们就会把全伦敦所有的全世界吧，你看像是所有的 upper class 的客人全部请来参加这个 event。然后我的工作就是和贵妇们一起参加这个 event， 给马丹讲解衣服的结构、成分，然后历史，然后制作过程，然后有的时候和他们去巴黎看看秀子。for example， 像那个他买香奈儿买了50年了快，然后他随便一摸什么料子，他知道是好坏，但其实他们喜欢的就是那个氛围，你说啥他也不在乎，他就是先喝2、3杯香槟下去，啥都可以。或者说随便你口灿莲花，他喜欢的还是喜欢，不喜欢的还是不喜欢。不是他们眼睛很毒，如果你是个好品味的人，他会听你说；如果你的品味很差，他就不想理你了。像我们上次在巴黎的那个高定珠宝的那个 event， 伦敦请了5个太太去嘛，因为那个上是冬天，他们的行头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一模一样。贵妇的行头冬天是什么样的？每个太太来都是披的 fur， 他们都会脱掉，然后他们会露出他们自己的 identity。瞅这穿的，相当有钱。第一个来的是，哇，我就觉得很惊艳，因为他穿了一件15年前的 Chanel 的高定。他说那个妈，我说还没有来，我说你先上楼吧，等一下他就会过来。其实他们之间都认识的，他们都是好朋友，都彼此知道很多年了，都在这个圈子里面。大家像。她是一半德国人，一半波兰人，但她的老公是全球 duty free 的大老板，然后她住在最贵的伦敦标志性建筑，就是哈罗兹对面的那个海德1号里面。她说，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有钱啊？然后她说，宝贝，我结了5次婚，离了5次。他的女儿买迪奥，他买Chanel，他买不会到门店去买，他的助理会给我发邮件就说这季的衣服到了嘛，然后我们会把整个克莱森送到他的家里去，然后不要的退回来。就整个就是实体的衣服送到家里去，整个送过去，而且然后门店的会直接在他们的卡上扣，然后上她的老公每年圣诞节给她的礼物是
200万英镑充在香奈儿的店里。所以他等于是在香奈儿里面像在吧台开了一个 open tab 一样，就是买这些高定的衣服对他来说就在吧台买酒一样随便。就是我可以告诉你，他每一季差不多会消费差不多200万左右吧，200万人民币，人民币不加珠宝。是在成衣上面吗？还是加起来？就是成衣，只是成衣而已。他们不会操心穿衣服的问题，我的工作就是帮他们把衣服挑选好，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然后我要保证他们出席每个 event都要很好，就是选中他最适合他的衣服。其实高定这个市场很小的，我们其实已经掌控了我们高定客人的那个数量，我们不是所有单子都接的，就是你有钱我也不一定会买给你。他们不愿意去开发新客户群，其实，而他知道女人一到了一个年龄等级的时候，她真的很需要香奈儿的衣服。其实迪奥他自己在自降身价，现在他在迎合这年轻人的审美，他在自降身价。现在大牌时装因为卖不动，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一个数据，就以 Selfridge 为例，Selfridge 一天香奈儿的 Ready to Wear 可以卖300K，但是迪奥只能卖30K，10倍之差。香奈儿这个月要涨价了，同学们要买赶快去买，涨30%，然后30%有点多哦。对，因为他去年已经涨了30%，这马上要涨30%，就是因为觉得买的人太多，他们就是想再高精尖一点。所以在你看来，香奈儿是现在大牌里面为数不多没有去贴合市场的一个。它是为数不多靠成衣在赚钱的品牌。靠成衣在赚钱。对啊，你看像 LV， 像巴黎世家都在亏啊。但是巴黎世家今年6、7月份要做高定系列，对啊，它卖得出去吗？我自己说一个分解啊，就是我看分析的秀的确还行，但是我到网上去买成衣或者就哪怕看成衣的秀就不对版啊。不是，是这样子的，因为像一个门店，它有它的 budget， 每个店长都比如说只有5个亿，他要花5个亿来买皮具衣服，所以他能照顾的首先是他的 VIP 客人，他们首先就会问我 Patrick 今年想要什么，想要什么，我就会发给他这件look 15、look 16、look 13、size 34、36、37，他就根据我的数据来买货，所以很多你觉得好看的店长不一定买。对，所以其实高定客人他不光是享受量体裁衣的这个特殊待遇，他甚至可以因为自己的品味影响就是店长买什么货。其实时装就是这么现实，它就是一个 upper class 的游戏，就是从最有钱的人开始分散下来的。就是如果他是之前没有任何记录，他如何一步一步在 Chanel 变成高定客户？我的任务就是我每次要去各大门店把他们的流水给我看一下，然后看了之后我挑出我觉得有品味也有钱，直接说别人有钱就好了。可以啊，就是他们就是真实，然后而且要看他的社会背景是什么样子，不仅要有钱，而且要有社会背景的人才有资格成为我的 client。你也知道香奈儿的这个 Ready to Wear 的那个出的频率有多快，就每2个月差不多就有一次的 collection，然后能够持续每一季都花100万，你差不多1年也要花个上千万吧。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英国的学校，它在招生的时候，如果你家里面也是有人出生在这个学校，那可能几率会更大。香奈儿有没有这种？比如说你家里人也是一直买香奈儿的，然后他就会肯定啊，就它是一个忠诚度100%的，就是像我们开 event 的时候。就会把他女儿带来，他女儿带来之后，那边那个 mother 就把他儿子带来了，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谁，他的女儿也会 keep buying。以伦敦的香奈儿为例吧，就是邦德街5号，他楼上4楼，你看到是玻璃的那个玻璃的墙，打开之后里面是个房子，里面的家居都是香奈儿的真正的家居，他自己的家居。然后 VIP 客人都在里面，比如说今天那个来了，我们就会把门关掉了，会让 floor manager 把门全部关上，然后再叫2个小哥进来把酒准备好，然后这层就关了。他们其实还是想保持一种名媛式的交际方式，然后告诉你个小秘密，就是牛邦德街的4楼的所有的墙全是衣柜可以打开的，里面全都是从古至今香奈儿的衣服，而且 VIP 客人可以借的衣服，所以是个 archive。对，可以直接拿走借吗？对 ，VIP 客人可以。Sorry， 有钱真的了不起。那他们决定要一件高定之后，从这一步开始流程简单的是什么样的？肯定要首先就是我们有高定的 lookbook， 但高定的 lookbook 不会出现在 iPad 上面，绝对是纸质的。然后我们就会去巴黎，给巴黎的 campaign 的人交代，然后我们一个流程来开始做 fitting， 会谈说这个细节你想改动吗？或者是 lining 想怎么样，然后量身围，然后开始做。然后之后就会不管你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我们都会给你做 fitting 的。是你们飞过去给他，还是说他过来，他到第一次必须到总店程序，其实他们都不急了，说实话，除非你等着要结婚。上次有一个美国的夫妻，他们就差不多有 order 了50万磅的香奈儿的高定，是因为这位女士要结婚。就一个客人对高定的那个改动的，就是量，就是能改动的这个百分比有多少呢？就是比如说我看到这一件是白色的，我可以变成变。这个不行，不能改设计，不能改设计。那能选择的都是一些面料这些，对吧？就是面料也不能。那大概就是我想改的是什么呢？只有一些 fitting 的部分，或者 lining 部分。lining 的部分就是里面长短。OK。
哦，就比如说一个拖地长裙，我可以改到几膝嘛？比如说，肯定不行，不能改设计，我说的不能改设计，只能改到一个最适合你的位置。 OK， 这个是香奈儿和其他品牌很不一样的。其他品牌是可以这样子大改动的。大改是吗？卖出去了，遇到一个冤大头，怎么都要给你改吧。哦，是吧6个主要的手工坊负责的，这6个主要的手工坊负责的是那个拉萨吹那个布料的，还有一个是做羽毛的，还有一个是做鞋子的，做鞋子，还有一个是专门做扣子和 accessory 的，然后还有一个是 camellia 专门做 camellia 的那个，哦，就专门做那个山茶花，对，那山茶花那个总共就20个人里面，其实很小很小，视频可以在那个网上 YouTube 最近去采访的所有手工坊的新的一代。都是些俊男美女，年纪很轻的小孩，他们都很可爱，不是你想象中老的不行的老阿姨，就是香奈儿在培养年轻一代接班人这个方面做得非常的好。老辉为什么想做这个事情呢？因为他觉得其实他这一点做得很伟大，他其实想保持法国的传统工艺，其实说白了，这些都在死亏，但是以香奈儿的财力亏也无所谓吧。哎，那老佛爷去世以后，你怎么看那个新的 Virginia？ 啊，太好了。所以就是他们两个的设计相比较下来，你比较喜欢现在的 Virginia？ 如果以入门级的选手来说的话 ，fashion 的入门级选手觉得挺好，就是可以穿。但是如果良心来说，老佛爷的衣服非常难穿。但是如果你是个高端玩家的话，其实很有潜力去搭配。但是 Virginia 就是给很多低端玩家的机会，所以我有很多 VIP 客人都对此怨声载道。所以 VIP 客人他其实更希望是，就是两段的差距拉得越大越好。他们这些女人都非常违心，你知道吗？死的那一季的时候说，哎，真的做的好丑啊，就那个火车站系列。后来出了那个 Spring Summer 那个屋顶少女，还有修道院，他们其实也不喜欢，然后他们觉得太苦情了，然后所以贵妇还是就喜欢非常 grand 的那种。他们最喜欢的还是 Matilda 那个 collection 就是精工细作，非常的富贵的那种。对，他 Matilda 这个 collection 会卖出新高，而且我会告诉你它的价格。如果你是一个入门级新选手，买不起高定，请选择它Matilda很适合你。它的单价差不多在15万到30万之间，人民币。那价格其实也还好哎，就一件夹克15万左右。对，因为一件成衣都要5、6万了，对吧？对，差不多。最贵的其实最不合适的是 Spring Summer 的衣服，要买没有可买性。为什么会说 Spring Summer 没有可买性呢？因为 Spring Summer 它的东西是用料最不具备香奈儿特点的，但是又是价格最高的。像 Spring Summer 有的时候比 Outfit Winter 还贵，其实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香奈儿的定价永远都是那么神奇。因为我们之前有看到过一个数据啊，就是说零总总加起来一件高定的成本，它总结下来就是说，其实高定客人买高定衣服并不亏。是不亏的。会消费的男士肯定也会和像一样自恋。这样问，就是你觉得性价比比较高的品牌有哪些呢？性价比的话，买爱马仕就不会亏。好了，那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所有内容，希望大家喜欢。反正我的脑子已经快爆炸了，我就是信息量有点多。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就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转发、收藏、投币哦。如果可以的话，请点个关注。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